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怒之忍者。5个角色，很明显咱们选谁了？选完人物之后呢，会被随机带走一个同伴，剩下的人就眼睁睁看他被抓走了。游戏的系统方面几乎和路人骑士，也就是西部牛仔是一样的，但是多出了一个近身的攻击。这个近身的攻击怎么说呢？双刃剑吧。首先呢，它可以砍碎敌方的一些子弹，增加你的安全性。但是呢，它这个挥刀之后有一定时间的硬直，而且呢，本作的游戏节奏还比较快，导致你硬直阶段就很容易中弹。所以说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，在近身状态下它就自动会出这招的。我选择的人物叫做尤利，应该是5个人当中最弱的这一档了，因为他的攻击范围非常的窄，导致游戏当中你需要频繁的走位，调整你的攻击角度。好，这是一个停车场的影院，背景上放的就是洛尔骑士，之前也给大家录制过。来到了第一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就是喷火攻击，他瞄准之后方向就不会变了，这样咱们躲一下就开始打他就可以，非常的简单。本关毕竟是第一关上手的。那游戏的武器系统方面呢，你吃2个手里剑就能够升满，咱们现在已经是满状态了。另外呢，吃到忍字是一个无敌的效果，持续一段的时间。如果吃到力的话，是一个全屏的攻击。那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，如果你在翻滚的过程当中碰到敌人的子弹，是会挂掉的，因为翻滚的话是没有无敌判定。我为什么到缆车上面来走呢？因为刚刚地上有一个血做的陷阱，下面是尖刺。好，这里这个雪球躲一下。虽然我理解护甲越少防御越高，但是本关真的不会冷吗？刚刚那几个敌方的女忍者，如果他们拿着炸弹的时候，这个炸弹炸了的话，我就需要给屏幕打码了。这个大家自己想象一下吧，因为会把他们的护甲给炸碎，所以我就没和他们互相扔手榴弹。吃到了加分的道具，加分的道具的样子还是很多的。其实它最大的作用是给咱们提供一段时间的无敌。滑雪，我感觉对面有的敌人是来玩的呀，他就是在那翻跟头而已，也没有攻击我。哇，那个货滚得好远。好，捡到了一个回血道具。本关的流程比第一关要长一点。BOSS 呢是一个飞行系的敌人，感觉 BOSS 战都不是很难，游戏流程当中还是有一些难点的。关卡数量呢也比较多，那本作算是接近末期的一个大作了吧，出品时间比较晚了，所以呢它好像也没火起来。好，这就是 BOSS 了，咱们把它击落。这脑洞多大啊，自己开了一个火箭。他呢会扔2种这种滚雷来打咱们，蓝色的呢滚得慢，粉色的滚得快。你最好等它滚到一起的时候，然后再跳跃。我这个武器感觉输出也一般哦，4个，
被打到了，被打到了，没跳过去。一般小伙伴比较喜欢使用的是蓝色的那个忍者，蓝色的忍者的武器呢，吃满级之后，它是一个双向的，攻击的范围比较广，而且速度也很快。第2关过关了。第3关进入了岩洞的内部。其实关卡和关卡之间一般是有一个黑屏的过场的，这个过场我就给剪掉了，为了让咱们的观看体验更流畅一点。另外，这个游戏的流程真的是太长了，我可能会分2期给大家录制。3期实在也是迫不得已啊，因为现在的观众啊，耐心真的是没那么好。最近《指环王》重映，很多人打了1星，有很多人表示看不懂，另外也有人表示电影太长了。所以说，环境真的在变化呀。我小时候如果有一个2个半小时的奇幻的大片来看的话，兴奋的不要不要的。来到了第3关的 BOSS， 这关我其实有一个疑问，就是女主是怎么呼吸的呢？虽然这个视角我很满意啊，但是她这个憋气的时间也太长了吧。你看他在水下还能做出攀岩的动作，还能攀爬，这个是过于夸张了。这关呢就要依赖到一些近身的攻击了。敌方有2门小炮，然后扔出很多炸弹。场面是比较混乱。全依靠躲的话不太现实。他红了，他红了，差不多了。过关。看女主的这个脚在踩水啊。从这个洞被吸出来了，然后上了竹筏。咱们脚下现在是4个竹筏，到后面的话呢，这些竹筏会不断的损失，最后就变成2个。这样的关卡就有一点像洛尔骑士的骑马的关卡，但是呢，自由度没那个高，因为咱们活动范围就在这个竹筏上边。竹筏少了之后，也可以跳到水里去。但毕竟是行动受限，摩托，好在这下没受伤。哇，这个车子弹太快了吧！我有一个回血道具，但是我现在没掉血啊，掉了。好吧，雪中送炭有没有？打脸来的太快，就像龙卷风啊！所以说，给这个回血道具是预判了我的预判，是吧？神了，这个预判真的神了呀！竹筏剩3个了。好，刚刚一刀砍碎了一个子弹。哦，又挨了一枪，这。还有没有回血道具了？再预判一下我呗。没给啊。那看来是我的操作呢超出了预期。这关竟然被打了2次。
不过没关系，我是属于那种血剩的越少越勇猛的类型啊。本关 BOSS 战，这家伙拿着一个心脏起搏器，应该是便携型的，他在电地面，这不有病吗？你扑上来电我呀！啊，又给了个血，好吧，咱们去拿一下。我感觉我输出好弱呀，打 BOSS 明明已经很多下了。哎，这里呢就是我连续的触发了近身的攻击。那我如果按住攻击的情况下呢，你这个人物是跳不起来了。所以说这也是近身攻击的一个弱点吧。这两个人的姿势，好，潜艇沉了，本关过关。这已经是第5关了，大概2分钟一关。拆桥，水里还有鳄鱼呢。我什么时候能把这滴血补上啊？一个力呢是全屏，飞走的那个2000好像就是血啊。水下有敌人，水鬼啊！水鬼这个词呢，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一个有关游戏的术语之一。是从哪个游戏呢？是从 FC 平台的鳄鱼先生。好，这里这几个敌人呢，我也没用手来炸他们，因为真的炸了就需要打码了。好的，我又满血了，又可以浪了。咱们是无名的风格啊，武林神话的风格。满血呢拉二胡，残血呢浪全图。好，这里是 BOSS 战了。有高压电告诉咱们危险 ，BOSS 是一个大机器人。这里会见到被抓走的同伴。抓这个同伴应该是随机的，我感觉他不一定抓谁。那这次抓走的是次郎。首先要清这上面的一些小炮，数量非常多，这里还是比较简单。打这个 BOSS 呢，就是不要着急，尤其是后面2形态的时候。捡到任何道具，你都会有一个无敌时间的。好了，开始决战部分。决战部分呢，它有2个形态。第一个形态就是这个机械手，但是咱们站在角落就成。第2个形态怎么说呢？反正如果你着急的话，就会挨打；不着急呢，打的时间会很长，但是很安全。好，就是这儿，它耳部这个是个火焰喷射器，然后眼睛呢发射很多导弹。这个导弹呢打一下就爆，但是它最讨厌的地方呢，就是它有攻击的延迟。就是导弹爆了之后，你看啊，爆炸的这个花我碰到了，我也掉血，这就非常讨厌了。但如果咱们不着急的话，对面发射导弹的时候，咱们不跳起来打，这样就很安全。但是打这个 BOSS 时间会非常的长。我这里着急了，被打了2下了。那后面稳一点吧，就是用血来换时间了，等于。好，打完这儿呢，过关。到这儿呢，游戏还没到一半呢，咱们已经过了5关了，马上第6关。但是有一个不大好的消息，就是咱们剩1滴血了。另外还有一个不大好的消息，游戏的前半段这关是最难的，咱们的移动范围受限。你想让这关打好的话，需要严格的背板，尤其是后面
上对面有那种发射子弹的炮台的时候，那里有道具，咱们需要快速的清场，否则的话就很困难了。这些小兵开枪非常的早，这个道具呢我留一下，当做一个短暂的无敌来使用。好，吃到了，无敌了。这个力呢咱们也留一下，尽量留到最后再捡。我实在躲不了了。那捡掉之后呢，下面出现这2门炮会被清掉的。如果你捡得早，下面这2门炮你需要躲在屏幕的左下角，快速的清完一个。如果清得晚的话，同时面对2个炮是非常困难的，而且咱们也没有血了。这里呢有一段剧情，就是敌人放电把主人公电了，然后被抓走的同伴呢发现了，救咱们。救的话要付出代价呀，而且救之前呢，他有一句台词被炸飞了。这句台词虽然是日语，但是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听懂了，就是再见了，永别了。这个 BOSS 呢，高手的话就是打中间速通，但是我的话呢，我需要先清2侧的小炮。2侧的小炮清完了还会出，应该是左右各有5门炮，清完了之后就没有了。那如果只剩下 BOSS 自己就好办多了，而且这里会给几个道具，这样咱们会获得一些无敌时间。要利用好这个时间，尤其是你感觉这个子弹我实在躲不过去了，你就去捡道具。高手可以无视这个技巧啊，吾等普通玩家就只能利用这个来骗无敌了。好的，剩 BOSS 自己了，那就清掉他。对面是一个骷髅头的形状。那这个游戏剧情也非常简单，就是这个骷髅企业想要控制世界，并且呢，他们还有忍者的部队。那这5个年轻的忍者就需要摧毁骷髅这个企业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吧，咱们下期继续。